4年前，有个小女孩在放学时离奇失踪。那时我刚失业，在幼儿园门口摆摊卖小吃，据说家长一直在门外，却没接到她。后来家属哭闹，巨额赔偿，幼儿园也倒闭了。4年后，我换了工作，接触到当年案子的资料，当年摆摊时经历的一些事，也在我脑海里逐渐清晰。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极为恐怖的真相。那时旁边地铁站还没建好，家长大多是开车来接孩子的。丁雨桐总在放学后被他妈妈牵着在我这儿买一个红豆饼，他总是笑眯眯地对我说：“叔叔，你的红豆饼好甜。”然后坐上一辆新能源小车离开。丁雨桐是那个女孩的名字，这是我后来围观她爸妈哭闹时才知道的。她失踪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接孩子的车会比平时多1倍，所以幼儿园会在雨天分2批送孩子出校门，前后间隔20分钟左右。丁雨桐所在的大2班被安排在第2批出校门，可当班上孩子都走了，班主任注意到还差一个孩子，丁雨桐没出来。之前列队等待时，他才点过名，他赶紧去找，可找遍了整个校园都没有看到雨桐。问题是，在整个放学时间，雨桐妈妈一直在门外，也没有看到她。后来校方认为雨桐一定是跟着第1批学生跑出去了，校方和警方调取了刷脸记录，监控录像也未曾发现雨桐出去的迹象。再说她妈妈就在门口，就算跑出去了，也应该是找妈妈才对啊。于是在这个雷雨交加的傍晚，丁雨桐就这样失踪了。4年就这么过去了，雨桐一直没有找到。那时的幼儿园已经成了一座废墟。这4年当中，我考上了辅警，定岗后我经常会在这块地方轮值，时间的感知在这里变得缓慢。我仿佛看到熙熙攘攘的门口，一个女孩跑过来对我说：“叔叔，你的红豆饼真甜。”一切仿佛就在昨天。直到借着局里整理档案的机会，我翻开了丁雨桐失踪案的卷宗，才发现4年真的过去了。那个5岁多的小女孩已经到了可以宣告死亡的时候了。2020年7月21日是我在校园门口出摊的最后一天。幼儿园没开门，雨桐爸妈今天也没有出现。听说他们已经向幼儿园要到了巨额赔偿，幼儿园也会从此关闭。黄昏，我把东西收拾好，心中止不住的失落。直到一个小男孩喊了我一声：“叔叔，你还在啊？”“叔叔要收摊了，今天吃不成了。”“我不是来吃东西的，我要把钱给你。”“什么钱？”“雨桐上星期2跟我说，在你这儿买的东西没付钱，让我放学帮他把钱带给你。结果那天放学雨太大，我就走了。还好你今天还在。”雨桐，下雨，我的心里一惊。小朋友，你说的雨桐是丁雨桐吗？是啊，上周2就是雨桐失踪那天。那天他没有出现在我的红豆饼摊，更没有没付钱这回事啊。再说，幼儿园放学前是禁止外出的，他怎么可能会提前出来买红豆饼？叔叔，雨桐是不是出事儿了？我点了点头。唉，叔叔，雨桐可喜欢吃你做的红豆饼了，可是他其实从来都没有吃到过。在翻看卷宗时，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证据清单说明上写着，园方的监控录像和刷脸记录均可能因为画面重叠或死角导致存在遗漏，因此本案认为丁雨桐未在放学期间出校门的关键证据源于其母的证词。从第1批孩子出来到走完最后一个孩子，我都没看到雨桐，而且他看到我也会第一时间跑向我。就是这份证词把责任完完全全地归到了园方。当时警方一定经过了多次查勘和走访，选择了相信其母所说的话，但证词不比物证，假如他妈妈说了谎呢？这是什么意思啊？小男孩被我突如其来的大声吓了一跳，他怯怯地说：“就是他没吃到啊。”“怎么会？他每天都来买，说我的红豆饼很甜，他还说每天最期待的事就是……”“可是叔叔，你真的看到他吃进嘴里了吗？”这句话淹没在车流声中，化为我往后余生一个又一个无比清醒的梦。梦里，我总是一遍一遍地复盘着丁雨桐每天来我摊前买红豆饼的过程。她在幼儿园放学铃声响起时准时出现，一个总穿着蓝色背带裙的小女孩，衣服有些旧了，但依然干净明媚。她亲切地和老师说再见，她一蹦一跳跑到我的摊前，成为每天第1个买红豆饼的忠实顾客。她甜甜地对我笑着，然后巴望着锅里的饼，咂巴咂巴口水。“叔叔，给我1个红豆饼。”她塞给我2个硬币。“谢谢叔叔。”拿到红豆饼后，他视若珍宝地把它捧在手心，然后小心翼翼地朝妈妈走去，最后上了那辆新能源车。他从未在我面前吃过那个红豆饼，一次都没有，哪怕只是咬上一小口。他每天都来买，可为什么我从未见他吃过1口？
我让你帮忙整理，不是翻旧账。可是队长，4年了，再不查清楚，他就要被宣告死亡了。这我不知道，要你教我。我没敢再说话，队长端起杯子喝了口茶。这个女孩，我们局里这几年从没放弃过找她，几次专项行动都落空了，而且她爸妈找她也不积极，你知道的。现在的父母拿了钱，时间一久，啥都不在乎了。队长，您能不能看在我这2天加班加点的份上，帮我一个忙？什么？让当时负责这个案子的刘哥和我一起重新捋线索，就今天1天，行吗？失踪这么久，以前的线索有啥用？难道你怀疑他爸妈？我没说话，而是盯着他。这一点我们不是没怀疑过，可当时幼儿园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们没弄丢孩子。他爸妈把门一堵，短视频一发，网上炸了锅，都在指责幼儿园。教育局市里给我们施压，让我们赶紧出结果，定赔偿，平息舆论。这个我知道，队长。那就给你们1天时间吧。有些事情这行干久了，你自会明白的。我不明白这2个问题，我想了很久都想不明白。雨桐为什么那天要托人付给我2块钱？雨桐每天都来买，为什么那男孩说他从来没有吃过？我换了一个幼儿园出摊，每当放学铃声响起，我的眼睛里总会出现一个穿着蓝色背带裙的小女孩朝我蹦蹦跳跳的跑来，然后思绪又把我带入到这2个问题当中，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直到有一天下午，我遇到了2个小朋友，他们说的话一下子让我想通了事情的原委。那天是周末，我在家闲着没事儿，还是出了摊儿。意料之中没什么人买，我就趴在桌子上打盹儿。梦中隐约我感到有一只手在推我，我猛地抬起头，旁边站了个小女孩。请给我一个红豆饼。好，我站起身，熟练地装好一个饼递给她。她接过饼，甜甜地看着我笑。我以为她还想要什么，正想开口问，结果她扭头就跑了。她没付钱，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目送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不远处的巷口。我没喊他，这种事偶尔也有，就当是请他吃了。我重新坐下来，继续趴着睡觉。不知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的又听到有人喊我，这次是个男孩的声音：“叔叔，叔叔。”他来了。我抬头打了个哈欠，抓起一个红豆饼准备打包。这时，我看到男孩的身后站着一个人，是刚才那个小女孩，她的嘴角还沾着红豆饼的碎末，眼睛红红的，肩膀一耸一耸，明显刚刚哭过。我不是来买饼的。刚才我妹太调皮了，跑叔叔你这儿买饼没付钱。男孩一边说着，一边递给我2个硬币。喏，叔叔，我把钱还你。你是怎么知道的？就在刚刚，我拿着卷宗找到他，说出了自己发现的一个线索。这件事儿，那2口子他们的瞒得真好，我都是之后例行回访去他们家才发现的。我当时一进门，看见他们家阳台就愣住了。你说这孩子都失踪这么久了，为什么阳台上还挂着一排刚洗好的小孩的衣服？他爸妈起先不肯说，支支吾吾的想岔开话题，但这种事儿我怎么能不问清楚？在我再三强调下，他们才告诉我，这些衣服都不是丁雨桐的。我这才知道，丁雨桐居然有个妹妹。晚上我失眠了，一定不会错，一定是这样。白天那个小男孩和他妹妹一直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我在大脑里反复回忆雨桐失踪那天下午都有哪些人到过我这里买红豆饼，在幼儿园放学前买的，而且年龄比丁雨桐要小。翻来覆去之时，我猛地想起来有一个人符合，那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小女孩。她似乎不像是这个幼儿园的，她的样子，穿什么衣服我都不记得了，但我记得一件事，她是付了钱的，而且她的年龄应该也上幼儿园了，为什么能在放学前就跑出来？难道是我判断错了吗？不会，一定是有什么我没有想到的。什么？你说丁雨桐失踪那天，他妹妹在放学前来你摊上买过饼，而且丁雨桐还知道这事儿？恐怕是的。刘哥眉头紧锁，点了一支烟。靠，那这还真得有问题啊！怎么了，刘哥？你想想，要是他俩是一个幼儿园的，这倒还说得通。问题是，我之前问过，丁雨桐他妹妹和他不在一个幼儿园，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对，只有一种可能。刘哥表情严肃起来。有人在那天提前把他妹妹带了过去。这和丁雨桐的失踪有关联吗？现在还判断不了，但肯定有问题。刘哥一边说一边拿起电话。队长，你在办公室吗？10分钟后，我和刘哥到队长办公室，刘哥把我们刚刚说的简单汇报了一下。这案子马上4年了，你们这个时间想去确认一下也可以，但要注意分寸，人家可不是嫌疑人。收到。而且你们再怎么去抓以前的细节都是不够的，问题的关键总在现实中。那20分钟，丁雨桐为什么消失了？4年了，丁雨桐在哪儿？是啊，即使知道他有个妹妹又如何？这段时间我又换到市中心的一家幼儿园出摊，这里离雨桐的幼儿园大概4站路的距离。
这天，我看到了之前替雨桐过来还钱的小男孩。看了那家幼儿园倒闭后，他转到了这里。我叫住他，请他吃了个饼。和他聊天中，我听出来这里的环境和老师比之前那家幼儿园好得多，但我觉得学费肯定也会贵很多。小男孩突然问：“叔叔，你还记得雨桐吗？”“啊，怎么了？”“他失踪了。”“我知道。”“他真的好可怜。叔叔，我这次转到这边留了一级，结果他妹妹就在我们班。”听到他妹妹几个字，我心头一怔。为什么说雨桐好可怜？他被他爸妈骗了，他妹妹的零花钱可多了。和刘哥在食堂吃过午饭后，我们赶到了雨桐父母的家。开门的是个小学生模样的女孩，她应该就是雨桐的妹妹丁子晴。她的个子都快到我的腰间了，要是雨桐没失踪的话，现在应该也这么大了。妈，警察来了！丁子晴喊了一声，又跑回房间。雨桐妈妈从厨房出来，打量了我们一眼。好久不见了，钱丽娟。刘哥拿出警官证递给她，她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接过去象征性的看了一眼。啊，我刚在里面洗碗呢。两位警官吃了吗？我给你们煮碗面吧。啊，不麻烦，我们吃了过来的。你和你女儿2个人在家？是啊，他爸又去项目上出差了。那我就不多打扰，这次过来还是雨桐的事儿。听到雨桐2个字，里面的女孩也跑出来。这孩子上几年级了？3年级。时间过得真快呀，要是雨桐没失踪，也是3年级了。怎么了，警官？是雨桐有消息了吗？没有，您知道她失踪已经快4年了。按理说4年就可以申请宣告死亡。我们不会申请的，雨桐一定能找到。我知道，这次来呢不是要你们申请，而是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问我？我有什么可问的？就是雨桐失踪那天有个细节一直没问过您。都这么久了，什么细节？那天下午您是一个人去接雨桐的吗？听到这个问题，秦丽娟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迟疑。是啊，我有个代步车，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开车去接他。刘哥和我对视了一眼，然后指了指丁子晴。那他呢？谁去接？他也是我接呀。也就是说，那天放学您先接了妹妹，再去接雨桐，对吧？秦丽娟的眼神开始飘忽。那天先接的谁，我记不清了。记不清？刘哥眉头一皱，而我的背脊也涌上一股凉意。我和刘哥同时明白，这个女人说谎了。雨桐失踪后，她和雨桐爸爸先是在幼儿园，然后直接去了派出所，一直待到很晚，所以他们必定先接到了妹妹。答案是毋庸置疑的。秦丽娟也意识到了问题，赶紧说：“啊，想起来了，我那天先接的是……妈，你当然是先接的我。那天我生日，你说你晚上有事，还提前到幼儿园给我过生日了呢。”是啊，我和他爸本来那天晚上要一起去外地，结果雨桐出了事儿。哦，是这样啊。刘哥若有所思的点点头，空气安静下来，水龙头哗啦啦的响，应该是从厨房传出来的。啊，我去关水龙头，你们先坐会儿。不了，我们回局里了，谢谢您的配合。哎，好，那要是有雨桐的消息，放心，会第一时间通知您。出门后，眼前的一切和刚刚一模一样，但一切都不一样了。倘若他们夫妻俩那天不是要去外地，他们早就知道那天晚上会有事。难道这一切真的是有预谋的？他们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儿？雨桐是他们的女儿啊！回到局里，刘哥苦恼地点起一根烟，而我一言不发。当丁子晴说那天是她的生日时，我忽然想起了一个自己早就该想到的残酷的事实。我半抬着头，办公室空调的冷气吹着我的眼睛。很久以前的一个傍晚，雨桐没有买红豆饼，却在我这里陪我聊了很久的天。叔叔，我妈妈今天要晚点来，我可以在你这儿坐一下吗？听到我同意后，她小心翼翼坐到我旁边。放学这会儿，买饼的人多，她扑闪着一双眼睛盯着忙碌的我，看我忙不过来的时候，还会乖巧地帮我递几个打包袋。等忙完了，我看见她安静地坐在一旁，我拿了一个红豆饼递给她，她甜甜地笑了，却朝我摆了摆手。叔叔，我今天不吃。你吃吧，这个不要钱。可是妈妈说不能随便要人家的东西。这可不是随便，刚刚你帮我忙了，这是你的工资。啊，真的吗，叔叔？他惊喜地接了过去，小心翼翼地盯着手里的饼，久久不肯下口。今天雨桐真的吃到了，原来真的这么甜，甜甜的奶香，酥酥的皮，红红的馅儿。他视若珍宝般地品尝着，要不是我认识他，还会以为这小姑娘是第一次吃，可是那真的是她第一次吃。
吃完，他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巴，然后在书包里翻了很久，直到他抬头递给我一个东西。那是一个水晶钥匙扣，里面装着一个小小的冰雪世界，如童话般梦幻。叔叔，我妈妈让我把好东西都得先给妹妹，好吃的好玩的，唯独这个我自己一直留着。妹妹今天说我不是她姐姐，我跟她吵了一架，哭着去找妈妈，可是妈妈说都是我的错，我不该欺负妹妹，所以他抬起头，眼里噙着泪花。我怕这个也被她抢走。叔叔，你可以暂时帮我保管吗？为什么让我保管？因为我相信叔叔能做出这么甜的饼，一定不是坏人。那天，当夜空中的第一颗星星冉冉升起，我推着车送他回了家。那天，因为他和妹妹吵了架，他爸妈压根儿没想来接他。叔叔，以后我长大了要买光你所有的饼，让你再也不用这么辛苦了。他很高兴我送他，一蹦一跳地往家里走，跟我说了一路的话。到他家楼下时，我停下了脚步，他回头看着我，有些依依不舍。谢谢叔叔，有人保护的感觉真好，真希望你能一直在雨桐身边。放心，我每天都在门口呢，想吃随时来。快回去吧。我目送他上了楼，他敲响了3楼左边的房门。透过那家的窗户，我看到里面灯光明亮，其乐融融。而当雨桐开门的一瞬间，他眼里的光消失了。雨桐不是他的亲生女儿，不可能，这个当时我们就怀疑过，但雨桐出生证明上的父母就是他俩。那丁子晴说那天是他生日，7月12号，怎么解释？听到我这么说，刘哥瞪大了眼睛，然后猛地抓起电话。你帮我查丁子晴的出生日期，马上发我。2分钟后，他看到短信，瘫坐在椅子上。我们当时怎么没发现？他们俩的生日只隔了不到6个月。对，所以我说雨桐不是他亲生的。那一切都说得通了。靠，4年前我怎么这么糊涂？刘哥，4年前外部压力太大，不是你的错，现在一切还来得及。刘哥站了起来。是的，来得及。我们现在再去一趟秦丽娟家，给她带回局里。可是我们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啊！光伪造出生证明这项就够了。刘哥一边说一边拿起手机。我跟局长汇报一下，把当时参与的同事都调来，这次必须给他查个一清二楚。一路警笛呼啸，我坐在车里望着窗外发呆。这一刻我等了很久，这一刻我不知道接下来会等到怎样的结果。来得及吗？一切真的还来得及吗？雨桐，你在哪？你还活着吗？钥匙扣里的童话世界，叔叔一直给你保管着呢。再一次敲开秦丽娟的门时，对方看我们的眼神不是惊讶，而是恐惧，那种做贼心虚的恐惧。刘哥面无表情地向他亮出了盖着公章的 A4 纸。麻烦你跟我们回一趟局里，你涉嫌伪造出生证明，还有策划丁雨桐的失踪。什么？警察同志，你们搞错了吧？直到回了局里，他依然重复着这句话。伪造出生证明的事，因为证据就在眼前，他不得不承认。但对于雨桐的失踪，他说自己一直把雨桐当亲生女儿，我们完全是在污蔑他。审讯陷入了僵局，我们手上确实没有他们策划雨桐失踪的铁证，但与此同时，我们正在进行这2项工作：一是对丁子晴临时监护的同时，对他们家进行仔细搜查；二是召集当时所有负责同志，重新梳理本案的所有线索。在焦急的等待中，我对队长说：“队长，可不可以给我10分钟？我想单独向秦丽娟问一次话。”看到我进来，秦丽娟马上喊道：“警察同志，查清楚没？不能污蔑人呐！”我没有接她的话，而是径直走到她面前。雨桐妈妈，你还记得我吗？对方疑惑地盯着我看了半天，然后摇了摇头。你不是新来的警官吗？是的，不过几年前我们就见过面，而且经常能见到。啊，我没印象呀。秦丽娟显然愣住了。你还记得那时候雨桐每天放学都会到校门口旁买一个红豆饼吧？他没有立刻回答我，而是把方才与我对视的眼神低了下去。我相信他想起来了，眼前这个人是谁。我更相信他能想到眼前这个人必定带着尘封4年的罪状，揭开蒙蔽已久的真相。跨越4年的困与救，在我手里逐渐有了重量。我仿佛拎着2只鼓槌，在正义的台阶上一步步往前走，终于走到击鼓鸣冤的时刻。哦，原来是，那恭喜你啊，现在成了警察。他的脸上依然挂着虚伪的微笑。你说雨桐他是不是个懂事的孩子？虚伪的笑容从他的脸上消失了。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年前
每一次，当雨桐开开心心地捧着红豆饼跑向你时，你都会问他这句一模一样的话：雨桐，你是不是个懂事的孩子？这个时候，他都会恋恋不舍地看着手里的饼，乖巧地朝你点点头，然后跟着你上了车。此时，丁子晴应该已经在车上了。上车后的内容我虽然听不到，但我猜你的下一句一定是：既然是懂事的孩子，那好吃的要让给妹妹。你无不无聊，就这么在乎你的饼？都是我女儿，我想让谁吃就让谁吃。但雨桐不是你的女儿啊！就因为雨桐不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就把你的虚伪和残忍淋漓尽致地施加在一个5岁的小女孩身上。那仅仅是一个红豆饼吗？那买红豆饼的2块钱是她每天仅有的零花钱，是她每天最美好的期待。我回想起雨桐每次伸出小小的手，把2个硬币递给我，那上面有她的体温，她一定在手里攥了很久很久。而你自己的女儿上着最好的幼儿园，有花不完的零花钱，吃不完的好东西，你却骗雨桐说妹妹没有零花钱。你他妈好歹毒啊！你让她看着自己从未享用过的东西被一口口吃掉，一件件夺走，这一切的理由都是因为她要做个懂事的孩子。那张空白了4年的罪状，如今正在被我一笔一画的填入。我恨不得摁住她的手，让她把自己犯下的罪恶写个明明白白。那又怎么样？这种事儿警察管得着吗？他的嘴角流露出讽刺的微笑，眼前的豺狼终于脱掉了伪装，露出了獠牙。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冲到他面前，瞪着他说：“你不过要夺走他的一切，你还要利用他，抛弃他。那天他的失踪分明是你们一手策划好的。你提前把妹妹带过去，雨桐看见妹妹手里拿着红豆饼，因为你总说妹妹没有零花钱，雨桐天真的以为没付钱，还让他同桌把钱带给我。那天你们肯定跟他说了什么，他是主动失踪的。那之后雨桐到底去了哪里？告诉我，一切都还来得及，你说。”眼前的豺狼依然保持着讥讽的笑容。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他是被幼儿园弄丢的。就在我想拽住他胳膊的时候，门突然开了，刘哥闯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幅画，亮到秦丽娟面前，画纸已经泛黄，上面的折痕像一道道沟壑，让画面4分5裂。我和秦丽娟都瞪大了眼睛，那幅画上的内容我们都认识，那是一个童话般的冰雪世界，白雪、绿树、红灯、小房。这幅画是什么意思？丁子晴说雨桐去了这幅画里，是什么意思？叔叔，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来你这里吃红豆饼了。我抬起头，是那个小男孩，雨桐曾经的同桌。他如精灵般冒了出来，为什么？因为我毕业了呀。他一边说，一边骄傲地指了指手上红彤彤的证书。恭喜你啊，那今天的红豆饼叔叔请你了。他开心地谢过我，拿起饼吃了起来。原来都已经毕业了。我从口袋里拿出雨桐给我的钥匙扣，在手里反复搓磨。那是雨桐的，对吧？是啊，你也记得？那必须的。跟雨桐同桌的时候，他天天拿出来看，说他以后一定会去到那里面的世界。这是他自己买的吗？不是，这是他妈妈送给他的。我感觉到一丝不对劲儿。小男孩边吃边说：“他妈妈说那里面的世界很美，有一天要带他去那里。”我忽然就明白了，这个钥匙扣还有那个所谓的世界，是一个虚假残酷的引导。就像以前在新闻里看到的，父母在遗弃孩子时，会把他带到游乐场，在童话般的乐园中，在人声鼎沸的欢笑中，一回头就已经是孤身一人了。你一直在引导和洗脑他，是要带他去一个地方，为遗弃他做准备。雨桐压根不是失踪，而是被你们有预谋的遗弃。你们诈了一大笔钱，在这里过逍遥日子。你们真狠呐！利用舆论把我们逼得没有发现真相的机会。秦丽娟被刘哥的质问给镇住了，一时间没有回答。然而等她缓过神，依然保持着讥讽和高昂。就凭一幅画，在这叫什么叫？你以为我们只找到了这幅画吗？4年了，所有的证据肯定会被你们处理得一干二净，但你们忘了这个。刘哥拿出几张纸，是一份2手车交易凭证。雨桐失踪后不久，他们便把之前的小车卖掉了，买了一辆更好的车。刘哥当即赶到当时买主的家里，问他接手时车子有没有什么异常。买主说异常倒没有，就是当时车子特别干净，连角落都有清理。然而刘哥还是从他的眼睛里发现他有所隐瞒。追问之下，那人才说他还发现一件事情。他好奇心重，发现那辆车的车载系统被重置过，于是他把它恢复了。从行驶轨迹里，他发现有一天深夜，这辆车开到城郊一个偏僻处，停留了好久。刘哥马上查看了当时的记录，那一天就是雨桐失踪的那天。2个分局的刑侦队、警犬全部都出动了。与此同时，针对雨桐爸爸的跨省抓捕也在进行中。在残忍的真相来临前，局里的同事厘清了一些事情。雨桐出生后1周，他的生母就偷偷走了，因为他早就发现雨桐爸爸出轨了秦丽娟，并且秦丽娟也怀了孕，一不做二不休。雨桐爸爸索性把雨桐的生母改成了秦丽娟。
秦丽娟对这个不是自己的女儿一直是抵触与仇恨的。在雨桐5岁这年，他们终于决定要遗弃她。可是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那20分钟到底发生了什么？1个小时后，刘哥的电话打来，我在电话这头泣不成声。雨桐他找到了吗？刘哥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半分钟的空白后，我才听到他哽咽的声音：找到了，应该是他。记忆中那个一蹦一跳的小女孩，永远停留在了4年前骤然的初秋。手机掉到了地上，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冲到了审讯室，把秦丽娟摁到了地上。他才4岁，为什么要杀他？为什么要杀他？我只记得一群人在拉着我，而我一直重复着这句话。快11点了，整栋楼没有一个人离开，很多人自发地来到大楼门口，大家都红着眼睛，等待着被埋葬了4年的小天使，等待着2个恶魔归案。雨桐被接回来了，直接送到了法医鉴定中心。400公里外的专班同事打来电话，雨桐父亲抓到了。在他的交代下，我们得知了那天那20分钟所发生的真相。那个世界真的在召唤我吗？是的，你今天必须去。妈妈不接你了，你跟老师说你自己回家。可是我舍不得这个家，舍不得妹妹。你哪有家？谁是你妹妹？你就是个野种！你快点滚出这个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5岁的雨桐听不懂这些恶毒的话，她一边哇哇大哭，一边向妹妹求助。可是在妹妹那里，她听到了更加残酷的真相。爸妈给妹妹的零花钱好多好多，今天妹妹生日，爸妈给她准备了大蛋糕，视若珍宝的红豆饼对妹妹来说可有可无。丁子晴最后把红豆饼扔在地上，对她一字一顿地说：我从没把你当过姐姐，妈妈说你是累赘。雨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门口人越来越多，没人注意到哭泣的雨桐。随着校门打开，有几个孩子开始扫脸出门时，雨桐悄悄跟在后面冲了出去。他拉开车门，看到后座上果然放着一个大蛋糕，他从未见过，从未尝过的。5岁的他所认知的一切在顷刻间轰然倒塌。他哭着抓住了妹妹的手，他从不敢这样对妹妹。为什么要骗我？你们为什么要骗我？你还敢动手？秦丽娟把她拖到车上，在座位上使劲压她。本就哭得喘不过气的雨桐就这样死在了秦丽娟的膝盖下。最后一刻，她的眼睛睁着，盯着那个不属于她的大蛋糕。发现雨桐停止呼吸后，秦丽娟也慌了。此刻她听到幼儿园门口的喊声：请大2班家长准备接孩子了。环顾四周，没人看到这一切，也没人看到雨桐跑出来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恶魔的脑袋里。做完辅警招考考试的最后一题，我长舒一口气，抬头望了望窗外，窗外的阳光驱散了长久的阴霾。我觉得雨桐一定还在这世界上的某个地方等我找到他，我一定能找到他。今晚是我的离职聚餐，每个人都对我表达了不舍，包括支队长。他说：我知道你当辅警就是为了这个案子。我敬了他一杯，笑了笑。离别时他问我：辞职了，你准备做什么？不知道，可能会重操旧业吧。1年后，曾经倒闭的幼儿园重新开张，迎来了他的新生。初秋的傍晚，熟悉的红豆饼摊在门外静静守候。正值国庆前夕，园里排着节目，悠扬的歌声飘了出来。沉醉于歌声中，都没注意到有人喊我：叔叔，请给我一个红豆饼。眼前的小女孩穿着朴素的连衣裙，伸出稚嫩的小手，摊开2个硬币，宛如穿越时空而来。我递给她一个红豆饼：你是叔叔的第1个顾客，今天叔叔请你吃。真的吗？太好了。不过叔叔有一个小请求，你可不可以就在这里把它吃完？好啊。他痴痴地笑了笑，小口的品尝，每一口都在与过去的遗憾告别。他忽然抬起头：叔叔，你的饼真甜。叔叔，你怎么哭了？